人文讲堂。其实中医最擅长的就是不要伤害到我们身体正常的细胞，重新塑造我们身体本来就应该要有的自愈力。比方说你是胃癌，癌腺病变，这就是胃的痰湿有火的这样体质，蒲公英啊、龙葵啊，把它拿来熬成茶喝。罹患癌症，除了西医的治疗方式之外，中医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台中慈济医院中医部中医肿瘤科主任庄佳颖医师，他看到许多病患的痛苦与无助，因此他致力于研究中医在面对癌症时的调养、治疗以及饮食卫教，帮助患者可以得到更多力量。欢迎庄佳颖医师。大家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庄佳颖医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中西合疗抗癌如何逆转胜。那这个关键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让中西医一起帮你呢把癌细胞消除，然后启动身体的自愈能力。其实中医最擅长的就是在西医这种把癌细胞消除的过程当中，不要伤害到我们身体正常的细胞，同时要让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气血阴阳都平衡回来，重新塑造我们身体本来就应该要有的自愈力。我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胞呢，其实都有发生基因突变的可能，但是是谁在这样遏制癌变呢？是谁在修复这些突变的基因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当我们身体受到压力、受到各种致癌物质的破坏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都在发挥它的功能。而癌症呢，就是我们身体气血变化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病理状态。我们身体呢，其实有能力可以自愈的，但是当产生了非常多的肿瘤、癌细胞的时候，当然不得已，我们必须要用西医的方式，有一些破坏性的手段，把这些癌细胞给消灭掉。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忽略掉我们自己身体，它本来就有自愈的能力啊。所以中西合疗就是两边一起。我们同时也消灭癌细胞，同时也让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恢复回来。那这就是我们可以创造逆转胜的一个原因。其实呢，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常常看到很多癌症的病人，他们在诊间里面有非常多的困难，有非常多的疑问，但是门诊量这么大，其实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跟他们解释你该怎么吃，该怎么生活，该怎么饮食。所以呢，我主持了一个大爱学和一个节目，里面呢介绍了非常多中西合疗的概念，有各式各样的疾病，怎么样用中医的方法恢复健康。那当然也介绍了中医养生的观念。那其中有一集呢，在讲淋巴癌，就有一位远在美国的一个病人啊，他是一个在美国的教授，他看到这一集，那他也得到淋巴癌，但他年纪很大了，他想说，他主治医师跟他说，你的胃里面啊，满满的都是淋巴癌的细胞，那你这样子就是如果要把这个细胞消灭掉的话，你要打化疗。他想说，我已经70、80岁了，我如果要再打化疗的话，我不觉得我身体受得了。最重要的是，他喜欢吃美食，喜欢到处去游玩。他觉得这样子的方法可能破坏了他身体本来的节奏，所以呢，他就远从美国到台湾来找我，因为他是属于痰湿，也属于阴虚以及肝肾两虚的体质。我帮他开了一些化痰湿的，像是半夏天麻白术汤，还有补肝肾的七宝美染丹等等的。那他经过1年半的调养之后呢，他再去做检查，他的癌细胞呢全部都不见了。他在美国的医疗团队非常的吃惊，想说不可能，再帮他紧接着2个月之后再做一次，真的找不到癌细胞。那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呢？因为我帮他启动了他身体本来就有的自愈能力。其实有时候我自己看着我自己开出去的处方，我有时候在想说，好像这碗药汁怎么那么神奇啊？其实这碗药汁喝下去，怎么肿瘤指数就降了，然后呢，病人就一个一个气血红润起来了。但是呢，随着我跟很多的患者互动久了，我明白呢，其实不是我有多厉害，也不是这个药汁它有多神奇，
而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的自愈力有无限的可能，我们身体呢自己会去做非常多的修复以及平衡。有时候呢，我们所考虑到的并没有那么周全，但是你只要恢复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平衡，它自己会去做它的升降出入，会去做恢复身体平衡的事情。那这个呢，才是我们抗癌成功最大的一个关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了癌症的发生？其实癌症的发生啊，往往是一个体质走到非常偏颇的一个表现。我们中医有话说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是说，你身体的免疫修复能力如果是正常的话，其实癌症不会发生的。但是往往呢，就是在这样子偏差很剧烈的状况之下呢，产生了癌细胞没有办法被清除，而这个呢，就是我们身体病理的体质。癌症呢，跟某一些体质是特别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我们大家听到都觉得说很害怕，国人也非常多的，像是大肠癌啊、消化道系统的癌症啊，或是肺腺癌啊这些，其实呢，这些大部分都是属于痰湿体质。我们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其实就是湿气非常的重，而且我们台湾人呢，喜欢吃甜的东西，喜欢吃重口味的东西。那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内经里面啊，这个叫做高粱厚味，你会病生浮梁，也就是说，你身体里面会有肿块哦。那这肿块呢，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癌症，或者是一些呢病理产物的一个堆积。那当你呢还没有这样子的癌症发生的时候，但你也可以知道，你可能有痰湿体质哦。比方说，我有一个大肠癌癌前病变的病人，他就是癌前病变了，把息肉切除了，觉得很紧张，因为他家有大肠癌的家族史，但他又发现了癌前病变，他就赶快来找我。我就说，那你的那个癌前病变处理掉了吗？他说，处理掉了，但是我很害怕会有下一次。那他就是痰湿体质，身体都很重，很喜欢应酬，那喜欢吃面包啊、甜点啊，喜欢吃这些炸物啊、裹粉的东西啊、勾芡的东西。这个就是造成痰湿体质的原因，所以他大便都黏黏的啊，脸也都油油的，身体都重重的。那另外呢，其实台湾人也不少是肝癌哦，也不少人呢得到癌症之后，觉得说，怎么脸色都变暗了？怎么以前呢觉得自己的脸会发光，现在拍照起来呢就变成是一个消光石一样，脸都暗暗的，嘴唇呢也不会红润，也都暗暗的，皮肤纹理变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静脉一个一个浮起来，皮肤变得非常的粗糙，这就是血瘀体质。那这就是身体的代谢废物没有办法被运送出去，被排泄掉，身体产生了很严重的代谢废物的堆积，会让我们身体正常的免疫系统以及正常的细胞没有办法生长，就会变成病态的细胞。所以这就是肿瘤滋生的土壤。那这个血瘀的体质呢，往往跟的一些气郁的体质啊，跟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体质走到后面所相关。所以说呢，当你开始觉得说，我怎么最近上班赶专案赶到后来脸都变暗了，怎么每天出门都觉得说我好像眼神暗淡无光，脸也看起来变得很粗糙，那你就要小心，已经往血瘀体质发展了。那另外呢，很多得到癌症的人呢，其实他是阴虚体质哦。你会觉得说，很多乳癌的患者到我的诊间来，那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我跟你说，我潮热盗汗很厉害哦，我这是整天口干舌燥，心情浮躁，看到小孩就想骂，看到老公也想骂，这就是很典型的阴虚体质。晚上睡一睡，睡到枕头都是汗，衣服都湿掉了，那你要小心。就算呢，你去检查，你发现说，只有一些乳房的一些肿块，但是呢，还没有变成癌症之前，我们赶快把这个体质调整过来，以后呢才会高枕无忧。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体质调整过来？又要怎么样呢，让你身体正常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呢？比方说我刚才说的痰湿体质你有消化道系统的癌症，你得到的癌症种类是属于腺癌这一类的，或者是呢是免疫系统这一类的，比如说多发性骨髓瘤啊、淋巴癌啊，这个是属于免疫系统这一类的。那大部分呢会以痰湿体质为主，就是多吃点健脾祛湿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很爱请大家去煮四神汤，
癌症病人他是消化道肿瘤，常常打了那个5FU 啊，打那个铂金类啊，打完之后一直拉肚子啊，拉完肚子1个礼拜好像好一点，但是食欲不振，脸也一直瘦下去。我就会请他们去煮4神汤，然后呢，饮食里面呢就会请他们煮胚芽米，加点薏仁，再加点小米跟荞麦，这都是固胃又可以祛湿的这种饮食，就当做他的3餐，把它煮烂一点。那你4神汤里面想要加什么自己喜欢的食材都可以。再来就是呢，你现在没有得到癌症啊，因为我只是想要抗癌。想要抗癌，你又还没有得到癌症，你怎么知道是哪一种癌症的体质呢？你就是很多的食材里面它都有抗癌的功效，你就交替吃嘛。阴虚体质的，我们常常就说黑木耳、白木耳、芦笋，什么荸荠什么香菇，这些东西呢都是养阴的食材，它有抗癌的疗效。如果呢你是气虚体质，我们那些党参啊、黄芪啊、刺五加啊，这些都有抗癌的功效。那如果呢，你今天是血瘀体质，山楂啊、洛神花啊，我刚刚说的黑木耳啊，你就多吃。你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的食材，交替吃，原型食物、新鲜的蔬果，多元，不要单一。我有一个病人哦，他是得到那个口腔癌，然后他觉得非常的伤心又委屈。他得到口腔癌是前期哦，其实化疗完就没事。他跟我说：“庄医师，我每天都打1杯绿拿铁，我怎么会得到癌症？怎么可能是我？”我说：“那你绿拿铁的那个项目拿来我看一下。”结果里面全部都是一些生冷的蔬果啊，什么木树芽、明日叶啊，然后一点温性的东西都没有。我说：“阿姨，你这个就是痰湿体质，你就越吃这些冷的东西，你越往痰湿偏。所以呢，其实我们的饮食就多元，抗氧化物多。”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来呢，有些东西是 NG 食品，不要吃啊，像什么烤炸辣，你有癌症家族史，而且是大肠癌、胃癌了，这样当然不行啊。所以呢，这些饮食的享乐当然可以，那1个月1次就好了。接下来就是根据不同的体质，我们喝不同的茶饮啊。像我有时候呢，赶完报告赶到后来呢，凌晨1点了，这样当然是错误示范了。可是呢，真的好累，然后呢，都口干舌燥。我就会拿点黄芪、何首乌、刺五加，天门冬这样子帮自己熬一熬茶，隔天早上带去看门诊，下诊还是精力充沛。那你如果呢有一些癌前病变，比方说你是胃癌，癌前病变，这就是胃的痰湿，有事没事呢，蒲公英啊、龙葵啊，把它拿来熬成茶喝，1个礼拜喝1次就好了。那这个就是针对你的体质，喝适合你的养生的茶饮。我有个病人啊，她是淋巴癌末期的一个阿姨。她已经80岁了，然后呢，她又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又有退化性关节炎，心脏又不好等到她已经快80岁的时候，得到一个淋巴癌，那怎么办呢？化疗啊，化疗完之后呢，筋骨更虚，腰酸背痛，体力不好。后来呢，就来找中医调养。他说：“那我这人生可能就到这里了。”我说：“阿姨没有呢，你现在癌症已经没有，你病好了，你人生才正要开始。你要饮食啊，要开始打起精神来啊，要开始运动啊，促进身体的气血调畅啊。”他说：“我80岁了，我膝盖不好，骨科医师都要帮我开刀了，我还在那边跟你运动。”我说：“可以打气功，打8段锦，在 YouTube 里面去搜寻台中慈济医院8段锦，有教学影片，有8分钟、15分钟版本。”我就说：“你不能这样子哦，我很努力要帮你恢复健康哦，你自己要努力，每天要做1次8段锦。”那为什么会强调气功呢？其实中医啊，在《黄帝内经》里面就有说到，导引，把我们的气血呢，针对性的做某一个经络的调整。你如果这个经络是病变的话，你就去把这个经络的气给运行开来。比方说你一天到晚心情不好、烦躁，然后呢两边的胸啊、两边的胁肋都觉得闷闷的，消化都不好。下完班呢被主管骂了一下，就觉得说一直在打嗝，然后两边的肋骨都紧紧的。那肝经气郁啊，肝经气郁打个8段锦有拉到肝经的，这样子就可以了。打了1年下来之后呢，
他从此之后没有再跟我提过他有腰酸、膝盖痛的问题。所以其实运动啊、八段锦啊、气功啊、太极拳，像这些东西呢，其实很多的研究证实，它对老人家的平衡感，还有对老人家的心肺功能、耐受性、肌力的恢复，有非常积极的影响。那这个是西方医学的概念，在中医的角度，它有经络调整的功能。再来就是大家都知道，你得过癌症，你想要预防癌前病变，你当然是不能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啊。但是我当然现代人啊，你叫大家要很早睡，其实有时候有点难。弄完小孩可能都已经10点了，还要再赶明天的报告，可能就已经12点了啊。洗个澡1点了，怎么办？阴虚体质一定有，气虚体质也免不了，就来养生吧。那我们就好好来做这样子气功、八段锦，还有我刚刚说的养生食材，帮助我们身体远离这个病态的体质。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的诊间有非常多的乳癌患者，他们得到乳癌之后非常的担忧、焦虑，那这样子的情绪呢，其实会削弱他们的免疫系统。其实现代的科学家啊，已经去做过研究了，像有一些比较容易忧郁啊，然后他确实有被确诊，就是有一个重度忧郁症的病人，然后去观察他的免疫系统，还要观察他的心血管系统，发现呢发炎指标特别高，而免疫系统的运作方式呢是混乱的。所以说情绪重不重要？重要。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如果同样一个级别、同样一个癌症的病人呢，刚开始要接受治疗，通常那个很紧张、很焦虑，每天都在想说为什么是我？通常副作用比较大一点，然后他会觉得自己特别不舒服啊。那些就觉得说我得到这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积极调整自己，没事的，医师都在帮我，家人都在我旁边，我一定会好起来的。通常他的治疗也顺顺的，然后吃药吃一吃，调了3年过去了，他就好了，回到社会上工作了，然后再把作息调一下，其实呢，他好像也没事一样。所以身体跟情绪的调整呢是相关的，因为西医通常什么时候才要治疗呢？当你有癌症的那时候就要治疗了。那我刚刚讲的，癌前病变啊，比如说，你去做胃镜啊，发现有个腺瘤，它是不正常的化生，高度危险，不能做什么？为什么？因为做这些事情伤害性很大啊！难道我要为了你那个小小的0.5公分的不正常化生，又不是癌细胞的东西，去帮你打化疗吗？一打下去3个礼拜打一次，血球低下，感染风险啊，拉肚子啊，掉头发啊。就为了那0.5公分小小的，不知道会不会变成癌症的东西。所以呢，现代医学对这样子癌前病变，当然就是观望啊，因为其实不值得为这样子的细胞，你自己身体就可以调整过来的，你身体自愈力可以抗衡的，去大动干戈去破坏你身体的。所以呢，我们就观察西医观察并不是真的不做事，做事的是谁？做事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知道说我去做个身体健康检查有大肠癌的癌前病变，子宫颈癌前病变一直在化生，这个红字不是摆在那边看我有红字，不是这样子，是提醒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调整，未病先防的一个概念。我们不要等到它真正做到已经是癌症了，才来再做这个很破坏性很强的治疗手段呢。我们当然是要提前的调整。我们今天举2个，一个就是很多人就健康检查一定会夹的主套，胃镜跟大肠镜有时候呢不小心就会看到，大肠有息肉什么中度不良化生2颗，明年再做怎么变5颗很多人就这样子跑到我的诊间。我有个病人就是这样子，他说他爸爸就是大肠癌过世的，然后呢他就觉得不对劲，自己跑去做大肠镜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大肠里面也有好几颗的癌前病变。然后呢他本身呢的工作就是要一直在外面外食，都在吃一些外面的便当啊，然后外面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东西啊。后来呢经过我的调整，他又有一个就是很重的一个疾病，就是他有心血管的病变，他有做过心脏的支架，然后呢他颈动脉狭窄，这是很明显的痰湿加血瘀的体质，这2个都有，在中医来讲就是真的是癌病变的高风险群所以呢我就帮他开了血府逐瘀汤，帮他开了泽兰、小茴香、七宝梅软丹、4君子汤，
就这样子呢，在我诊间过了3年，然后呢，每年他去做一次大肠镜，那个息肉呢，从本来的5颗变3颗，后来呢，第3年他就跟我说，他息肉都没有了，然后他跟我说，他现在改吃素了啊，他去外面呢外食呢也不会再去大鱼大肉，所以后来呢，他也没有到我诊间找我了，因为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取得平衡。另外呢，有一个患者，他很年轻哦，30几岁，30出头岁，然后他说，他这半年来啊，觉得每天都过得非常的紧张、焦虑，晚上睡不好觉。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做了一个子宫颈抹片的检查啊，就是他反复的都有白带，然后阴部都很痒，然后都分泌一些黄绿色的一些阴道分泌物，就很不舒服。后来呢，他的妇产科医师就帮他做了子宫颈抹片，发现呢是子宫颈的癌前病变，而且中度不良化生。那也不能怎么样，那妇产科医师跟他说，不然你3个月再追踪一次。半年再去追踪一次，结果越追踪越惨，从中度不良化生变成高度不良化生，再下一步呢就是癌症了。他赶快到了诊间来找我说，怎么办？3个月后又要检查了，接下来我是不是癌症？要把子宫拿掉了吗？我说你不要紧张，我先问你，因为我诊了脉发现，哇，怎么脉那么滑啊？我说你平常都在干嘛？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精致的饮食？他说精致的饮食那不是我们的日常吗？一定每天饭后都要一片蛋糕啊！没有蛋糕，这样子心情怎么会好呢？我压力那么大，这个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我说，就是你这个日常造成你这个痰湿加湿热体质，请你现在把它改掉。从现在开始，吃黑木耳，不要吃任何的精致的糖，也不要吃炸过的东西。然后呢，我给他开薏苡附子败酱草，我给他开蒲公英，给他开白头翁汤。我说你喜欢吃甜啊，不好意思，但是我现在得给你吃苦，把你这个苦寒燥湿啊，把你这个身体里面湿热清掉。过了3个月之后，他再去做检查，没有了，没有那个癌前病变了。那他在追踪了几次，都恢复正常。所以呢，这就是用身体的自愈能力呢，把他身体那些癌前病变的细胞，把它转换过来，变成正常的细胞。当然呢，我们一定要做很积极的去追踪。如果你身体你知道你已经有一些癌症的基因啊，有一些癌前病变啊，你不能就是当做鸵鸟一样我健康饮食就好了，每天好好的睡觉，不要去检查，因为不检查就不会有病，不可以这样子，一定要做积极的检查，然后找会帮你调体质的中医师，跟他好好配合。有病一定要检查，有了检查，我们才有清楚的策略。其实呢，在这个癌症的治疗过程当中，不论是家属，不论是患者，或者是医师本人，我们都是在往身体正常化的目标做努力。那当然，承受最大压力是病人。那家属在旁边陪伴的家属，也会很渴望能够得到一些抗癌的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因为有好多的事情，我在诊间里面呢没有办法一一的说明。但是呢，其实这个过程是我们自己可以做的。我们身体有无限的可能，激活我们身体的自愈力，就是给生命一个逆转胜的机会。我是庄佳颖医师，感谢大家。庄医师不忍心在诊间看见病患的无助与伤痛，于是他在百忙中写书演讲，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给他的病患更完整的疗愈。其实这样子的医者仁心真的很令人动容。今天非常谢谢庄佳颖医师，人文讲堂，我们下次见。